Hello， 大家好久不录聊天视频了，这应该是我第一次认真的总结跟自由职业相关的话题。之前一直都是以 vlog 的形式记录的嘛，然后我发现在 vlog 里面拍的都是一些比较开心的事情，因为我这个人其实也不太习惯会去录负面的东西。如果你点进了这个视频，大概率应该是对自由职业这个事情比较感兴趣的。为了避免真的有人不懂，我先来念一下自由职业的定义。自由职业是指独立从事某种专业工作，不与任何雇主建立正式的雇佣关系，而是通过与客户或者合作伙伴直接合作的方式接项目赚取收入。自由职业者可以拥有多个客户或雇主，同时从事多项工作或者项目。那我在过去的1年多做的是前端开发、插画设计，今年还增加了 UI UX 的项目。那作为自由职业者的好处呢，我就不过多展开了，像什么时间自由安排啊，为自己工作，只工作不上班，可以选择自己喜欢或者擅长的工作内容，可以接触不同的项目等等。很多互联网上对于自由职业的幻想其实也都是真的，括号仅限于好的那部分。所以这个视频我就想来跟大家盘一盘那些看似美好的自由职业 vlog 和日常帖背后的挣扎与困境。在开始之前，为了防止被喷，我还是要声明一下哈。第一呢，我之后的分享都是基于我个人的经历，因此呢，我得出来的结论也未必就是真的，大家酌情参考。第二呢，我目前是在美国，但也有接触一些项目是跟国内相关的，我在聊的时候也会说明，大家可以注意一下，不要搞混了。第三，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，如果我有出现过于理想化或者过于悲观的表达，希望大家不要被我带节奏。最后一点，这期视频聊的是困境，也就是说呢，我只负责告知，没有办法提供解决方案哈。首先呢，我想先来聊一下大家应该最关心的收入问题，也是让我最讨厌的一点，就是收入的不稳定。每一个项目都是有周期的，有的时候项目多，有的时候项目少，有的时候连续几个月都找不到项目。一开始我还特别佛系，就觉得说这不挺正常的吗？一旦我接到项目呢，就尽可能的把价格报高一点。但是当我经历过1-2个这种连续几个月都找不到项目的周期之后呢，我就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了。于是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，就是一直在保持找工作的状态。基本上我每天都会去看一遍招聘网站，在相关的平台上保持活跃，发作品，不断完善和更新我的简历。有的时候项目快做完了，也不会像之前一样说可以奖励自己休息一下，而是又要开始焦虑还会不会有下一个。有的时候我会想，是长期忍受一份朝9晚5的工作惨，还是长期忍受找工作的折磨惨？好像两者都挺烦的。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也有实验过去投一些全职的岗位。我想着现在有了更多真实的且是在美国的项目经验之后，相比我刚转行的简历上都凑不出几个项目，想拿到面试都很难的时候，要好找一些吧。但也一直都没有成功过。所以给我感觉就是说，即便我已经积累了1年多的项目经验，和在公司的那种工作经验相比，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。假如说我还想回到一个正常的上班的轨迹，依旧会是一个困局。不过话说回来哈，我其实还想看看我还能坚持多久了。在项目报价方面呢，我个人感觉是存在着2个极端。像我这种还尚在新手村的人，会面临一个价格战的困境。如果去 Fiverr 或者 Upwork 这样的平台上去看一圈，就会发现不管是甲方还是自由职业者，都会把价格压得特别低。这类自由职业平台通常也会有竞价机制。跟在传统的招聘平台上不同的一点是，与其着重于考虑自由职业者或者那个团队的能力，或者他们提供的方案的优劣，报价呢反而成了一个更重要的因素。甚至报价高的人呢，可能都不会被看见。当然了，这个情况呢只是仅限于线上这个渠道的。我个人至今还是非常抵制这种价格战的，我觉得搞乱市场。很多把价格拉特别低的人，要么是新手急着找项目刷经验，要么就是有全职工作的，想要找点事情做副业。或许做这些项目并不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，所以他们也不太需要考虑成本什么的。这里的成本呢，除了时间和精力之外呢，就比如说像是保险之类的。如果你想要考虑辞职做自由职业的话呢，这就会是你额外要增加的一个成本。国外如果自己需要去买一些医保啊、养老啊什么的，都还挺贵的。这一点确实也是在我离职了之后才意识到，以前一直不觉得这些东西有什么的，现在就是一个后知后觉。那对于那些比较厉害的自由职业者或者团队来说呢，他们的报价呢就是另一个极端，就可高了，时薪3位数的大有人在。所以有时候我会感觉市场价这个东西它已经不存在了，只要甲乙双方能够接受，什么样的价格都有。那在我这样的一个新手看来，即便我一直很拒绝小项目和价格战，如何能够在维持项目数量的基础上把报价拉到这么高，其实也是一个特别需要去突破的困境。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在报价方面的困扰呢，就是价格的不透明。给我感觉主要是国内这边很多的信息呢都是不公开的，没有在这个行业里面工作过有一定了解的话，像市场价这些信息是很难获取的。再加上再
价格战的问题。那线上一些平台，比如像某宝，经常都可以看到一些低到离谱的报价。当然了，除了做外包项目之外呢，自由职业者还有另外一种更加高大上的赚钱方式，那就是做自己的产品，争取呢以后可以赚取被动收入，而不是主动去接项目。那以我自己的技能举例呢，就比如说像开发自己的小程序啊，画原创作品，卖周边啊等等之类的。实际上呢，我在网上看到的大部分比较成功的自由职业者走的也都是这条路。我在生活中也不止一次听到过身边的家人朋友跟我说啊，那你会写代码呀，那你开发个 APP 赚钱啊，你会画画呀，那你开个网店卖画呀。但为什么我最终还是没有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这一块呢？因为我实在是有一点不想再承受挫败了。举例来讲，我在我之前的视频里就有提到过，我之前做小程序火了之后，然后就被抄袭什么的嘛。所以我去年在做更那么小程序的时候就很小心了，担心自己浪费精力，先在相关的平台上验证了需求，担心侵权，我就整个从创意到插图都是自己一笔一画设计的。也有多次跟他们的官方团队的人沟通，在第一版上线之后呢，就有确定了合作意向，担心被人抄，就利用了自己的自媒体平台，在用户和粉丝中建立了个人品牌。反正我是自认为已经做到了就是能力范围内的风险控制，3个月之内也已经做了10万加的用户量了。当时设想的盈利模式呢，就是和教练官方团队合作，其他的像什么投广告啊，这个我是不太喜欢的。然后打赏啊，小程序其实是不允许个人开发者这样子去盈利的。在我以为这次应该要成功了的时候呢，官方最后还是选择默默的上线了他们自己的插画风打卡小程序。后来我一整个就是难过了挺久的，像失恋了一样的那种心碎的感觉。这个就是在软件开发方面的。关注我的呢，还知道我也画画嘛。那在插画领域的抄袭呢，就更多了。我在平台上发布自己的作品，1分钱也没有赚过，反而背地里呢还要被人家拿去网店商用，水印都懒得抹。而且这些事情呢，还不像是抄软件一样，在应用市场上你起码还能发现它嘛。很多它就是偷偷摸摸的就直接用了，那原作者不知道，也不会去维权。我现在说这些呢，也不是想去责怪谁，因为肯定也有人会说，我做更了本来就是基于人家刘教练的这个 IP， 也会有人说，既然我把画公开发布到了网上，也就是默许了别人会把这个图拿走的可能。那我举这些例子呢，还是想要说明自由职业者想要通过原创作品去赚钱的这个困局吧。第一呢，我们打不赢资本，如果你的东西做得好，可能会被抄。想要合作呢，往高了说，资本凭什么看得上我？那往低的说呢，他们为什么不去招工资更低的程序员、设计师呢？那第二，想要预防我说的以上2点，就要做到让自己具备极低的可替代性。比如说呢，可以像何同学一样成为一个顶流 UP 主，再创作出一些很难被复制的作品，如此极致的利用好自己的才华，并且把自己变成资本。不然呢，才华在资本面前什么也不是。无论是通过互联网产品创业，还是通过原创的插画作品，还是通过自媒体创业，其实都是存在幸存者偏差的。当互联网上的我们只听到了幸存者的故事，而忽略了其他99%的人的经历时，就会觉得这个事情它理所当然就是可以成功的，但事实上并不是的。所以目前为止，在我这里通过输出一些原创作品而维持下来的，可能也就只剩下这个小频道了。那最后一点我想要聊的是生活状态方面的。长期不去公司上班的结果就是99%的时间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在电脑面前度过的，项目沟通基本上都是发信息或者是视频会议。那我个人的话刚好又是一个社恐，独处就是我的充电方式，社交一段时间反而会让我觉得很累。那我的爱好像什么画画呀、刷剧啊、手账啊，这些都是可以我自己一个人完成的。就是对我来说，大部分时间还是比较享受一个人工作的。不过人类始终是群居动物嘛，即便是像我这样性格的人，长期下来还是会觉得这种状态是有点无聊的，甚至有的时候我家人会觉得这样子有点不正常，就更不用说那些接受不了独处的人了。另外一个状态呢，也是有一次别人问我说，你也没有在软件公司上过班，也没有在公司做过正规的设计，一直自己接项目，你怎么知道你做的就是对的呢？就好比说我们实现某一个功能，代码可以有不同的写法，可以用不同的插件，可以用不同的框架，我又怎么知道我的做法呢是所谓的正确的呢？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是一个比较结果导向的人嘛，我能在规定的时间内给客户一个交付，大家都满意，那不就行了吗？管我中间用了什么笨蛋方法呢？那这个问题就一直卡在我脑子里面，这可能还真的会是一个困境，没有对比也没有就是引领，确实是很难进步的。短期可能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长期下来呢，也可能会是一个难题。OK， 那这个是我目前总
总结下来的自由职业者的一些困境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补充，说不定呢会有其他小伙伴看到可以解答或者给些建议的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的主题呢，也可以告诉我哦。那下次留言再见啦，拜拜。